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使人驾到人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，我是主持人叉叉 Y， 我是金老师。好的，欢迎回到我们节目。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《三国》这个电视剧的第26集。那继上一集我们聊到的是有关于关公千里走单骑，他成功过五关斩六将。那在这一集呢，就看到了他跟张飞重逢的情节哦。那当然啦，故事镜头切换到袁绍的部分呢，他的麾下有刘备嘛，那刘备就想尽办法想要脱离袁绍，赶快去找他的两个弟弟啊。那这段情节呢，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的描写哦。故事说到这边，我就还蛮好奇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以前常常听长辈说啊，刘备他就是一个爱哭鬼，甚至有人说啊，他取得天下是哭出来的。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，我不知道金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好，那这个很显然就是他是看《三国演义》长大的，是，因为刘备他就真的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哭过好多次啊。比方说他在取得诸葛亮之前，有个军师叫做徐庶，未来的节目我们也会提到他。那徐庶后来要离开的时候，刘备也就是哭着说：“哦，我舍不得你啊，但我知道你一定要走啊，你走吧。”然后徐庶后来就走了嘛。结果等到徐庶拐弯的时候，突然刘备说：“把树林给我砍了！”然后大家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突然砍树林？”就说：“因为我看不到他的背影了，不行，树林挡住了我跟他之间的视线。”然后这边哭哭啼啼的。然后还有呢，后来他去请诸葛亮出山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就问诸葛亮说：“你愿不愿意出山啊？”诸葛亮就一开始就想说 gay 拜一下说：“啊，我闲云野鹤啊，山林野人啊，对不对？不要找我啊。”对。好，刘备说：“啊，不行啊，那个要匡扶汉室啊，我很可怜啊，天下人都更可怜啊。”好，又来哭了嘛，对不对？后来很多时候刘备也会哭哭啼啼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在老版的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有把这些形象很好的给复刻出来，所以难怪很多人会觉得说啊，刘备的天下哭出来的，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给大家的印象。但实际上，真实历史的刘备完全不是这个形象。那说到这边，我就想到，我们其实做了那么多集节目，好像还没有一集是真正来聊刘备的。是。好，虽然说时间有点晚了，但必须给他补上，毕竟他是三国当中的重要人物嘛。那今天先概略的聊起刘备的成长经历。首先，刘备他的父亲早逝，那生活算是困苦啦，因为《三国志》有提到先主少姑与母范吕织席为业。这个东西现在就很多人会去嘲笑他说织席范吕之徒嘛，对不对？刘备这个人爱好是编那个草鞋，甚至在一些那种玩梗就会说什么刘备说：“我最近开发出一个品牌啊，就是我看我在我的草鞋上面画了一个商标，就是带钩的这个样子。”总之呢，刘备的家庭环境状况并不怎么好，但问题是这个小孩很不一般。首先，他家外面有一个超大的桑树，那个桑树因为很旺盛嘛，就感觉起来好像个大盖子一样。结果啊，刘备当时呢就是当地的孩子王，他就会召集大家一起来玩。好，玩的时候就说：“我来当老大，你们当我小弟。”然后底下人都很听话。最后刘备就会讲说：“看到没有？大哥，我以后会坐这么大盖子的车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以后会成为像诸侯一样的官员，因为只有像诸侯那么等级的官员才会坐那种有盖的车。当时刘备的叔父听到啊，就立刻骂说：“小孩子不要乱讲话，这种话讲出来会杀头的，你知不知道？”每一次讲说什么我未来会当诸侯哦，开玩笑，你是不把诸侯跟皇帝放在眼里，是不是？但是其实刘备的亲人们还是有些人会注意到说，这个小孩子也的确是不一般啊，所以会有资助他，让他去上学。所以后来刘备呢就拜入到当时著名读书人卢植的门下当学生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提刘备的青年时期啦。根据《三国志》的描述，青年时期的刘备是什么样子呢？答案就是先主不胜阅读书，喜狗马音乐美衣服。什么意思？这人不怎么爱读书的，喜欢那个狗啊，狗可以打猎啊，喜欢马啊，马可以奔驰啊，对不对？喜欢听音乐啊，衣服要穿的华丽一点的啊。所
所以如果按照今天的形象，刘备他就是8+9，就是那种会开着那种改装车啦，然后把那个排气管改得很翘啊，还有那种音乐哈，就开车的时候还会播放那种很接电子音乐，穿的衣服也都非常的穿金戴银，对，没有错，这就是当时刘备的形象。OK， 好，光这些形象就已经很引人注目之外，《三国志》甚至有记载他的外貌。那我要先说一句话，《三国志》它很多时候就是惜字如金，不够特意的他就不会写。像很多人的长相，他就没什么在提。张飞就没有讲的嘛？对，张飞没讲，甚至连关羽都没有讲。是啊。那刘备有讲哦，来听听看。刘备身长7尺5寸，大概就是175公分左右，在当年算很高了，算高嘛？对。好，垂手下膝，什么意思？手自然放下的时候，那个手常会过膝盖。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长臂猿？对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这就可以解释《三国演义》为什么要赋予他们不同的武器啊。关羽是什么？青龙偃月刀。张飞是什么？丈八蛇矛。就只有刘备的武器是什么？双股剑。对，雌雄双股剑。人家都是长兵器，为什么就你是剑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大哥我的手比你们都还要长。好，你们要用那个丈八蛇矛才能刺得到对方，大哥我就拿着长剑就算伸手了，我的一只手就有人家长枪一样的距离。OK， 对，这是《三国志》的记录哦，这不是《三国演义》的篡改哦。甚至后面那一句话更好笑，叫做“故自见其耳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刘备的眼光如果往旁边扫的话，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耳朵。那难怪很多电视剧都会提到说他是大耳贼。对，耳垂很大吧，或者说他整个耳朵很大。这样说起来很像是那个《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》的欧阳锋。我是一只鸭子。你也看过什么时候人有那么大的耳朵？大概就像那么大吧，或是比他还要更大这个样子。这句话真的很惊人故自见其耳。外貌长得很特别，行径也很特别的刘备，其实非常低调。下面一句话叫做少语言，神话啦。对就是喜怒不形于色。你平常跟他交流的时候，你也不太晓得他是高兴还是生气。那意思就是说他也不常哭吗？没错，光凭这句话就已经打破《三国演义》对他的形象。刘备这个人，他其实情绪波折是很低的。OK， 好，再来，虽然喜怒不形于颜色，但有些时候可以表露出他的一些情感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他结交豪侠朋友的时候，他对人实际是很海派的大家都是兄弟，获得很多人的支持。那我们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刘备为人很海派呢？先稍微跳一下，就是后来刘备有机会去担任一些地方的官职的时候，那有一个他统治底下的民众叫做刘平，不喜欢刘备，他就觉得刘备这家伙是什么咖小啊，出身背景那么低。总之到最后这个刘平甚至想说，我干脆安排个刺客挂掉他算了。对，因为在古代甚至地方豪族的能力不比地方官还要低。那这个刺客他就开始去刘备那边开始是攀谈关系啊，结交成为好友啊，因为关系近，有一天才好方便实行刺杀行动嘛，对不对？结果这个刺客相处到最后，竟然觉得说我舍不得杀刘备。被他吸收了吗？为什么刺客竟然会被刘备吸收感召呢？难道说是刘备他会什么催眠术之类的吗？当然不是哦。根据一些史料补充是，刘备他如果召集大家吃饭，是跟他同席吃饭，并且吃一样的东西。好，这个时候大家会想说，等一下，这算什么收买人心？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，吃一样的东西，这不就是野餐吗？对不对？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啊。不对，因为以前大家其实是分开来吃饭。大家如果看一些古装剧，你坐你的位置，我坐我的位置，你的位置上面会摆桌子，上面会摆属于你的食物，而我的桌子也会摆属于我的食物。是。那怎么证明说你跟我不一样？如果我的等级比你高，我的食物可能就会比较好。比方说我会有鱼，你可能没有鱼，然后我会有水果，你可能没有这些东西。是透过这种分批做以及吃不同的食物，显示出人的
高低贵贱。战国时代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个很喜欢招揽门客的贵族，有一天他底下的门客就觉得说啊，北宋啊，为什么北宋这个人大小眼，他自己吃那些好东西，说什么礼贤下士，结果我吃的东西怎么样，乱七八糟。结果这个贵族听到了，赶紧说，哎呀，壮士不要这个样子，你还看我跟你吃的东西是一样的，我真的是礼贤下士，我并没有要摆什么架子。结果这个门客一看说，哎呦，真的哎，他身为我的主人，雇我来的人，结果他吃的东西真的跟我一样的，我误会他。他说完就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就自杀。切腹的感觉吗？对，其实日本这种切腹耻感文化比较还原到春秋战国时代，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尊严很高，就是我做了什么错事，好，我完成我的使命之后立刻自杀，这在以前古代是蛮常出现的。不过你刚刚说到所谓日本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在看这出电视剧的时候，它还原了很多汉代时期的一些风土民情嘛，是包括大家在一个厅堂上面吃饭啊、开会啊，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做榻榻米嘛，对，或是像你刚刚说的，这吃饭然后一个人一个小桌子，那其实很像是现在日本他们席地而坐这样子一个吃法。对，因为三国时代的时候，其实椅子这个东西在当时的汉人社会是不存在的。OK， 大家都是席地而坐这个样子，所以日本不是说啊，如果你要有礼貌，你要跪坐嘛，对不对？这其实是从中原文化来的，因为以前嘛，你看那个三国的电视剧，大家穿的衣服是不是都很宽宽松松？对啊。顺带一提，三国时代一般人是不怎么穿内裤的，所以下面很通风。对，所以因此，如果你跟我要见面的时候，那要有礼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跪坐，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把重要部位给遮住。要不然你盘腿坐的话，你就是露光光给大家看的嘛。甚至我告诉你，盘腿坐虽然说已经算是有点轻浮了，但有比它更轻浮的，就是啪开大腿直接坐。你的手放在你的膝盖上面这样子吗？没有，就是你这两腿这样直接岔开了，就这样。哎呀，今天真开心啊，这个样子。刘备就有一个部下叫做简雍，简雍就是每次跟刘备坐下来讲话的时候，他就直接啪开大腿坐。刘备也是不建议，显示简雍这个人很豪迈，而刘备容许这种豪迈，他也是不会跟你刻意端起架子来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刺客后来慢慢被吸引，就是你不是官吗？官都是高高在上的，你也可以高高在上，但你对待所有人都非常的亲和。你认为这个人值得结交，你不惜抛弃你可以尊贵的身份，真心乐意的与人相处。所以到最后，刺客终于有一天就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是刺客，你要小心，以后别的刺客来，不要这个样子太亲近别人，以免你安全受到疑虑。”说完，这个刺客就走了。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知道，刘备这个人其实平常如果你跟他不熟悉的话，你会觉得说：“哎呦，这个人有点难相处。”为什么？喜怒不形于色。可是你跟他结交一段时间，你会觉得说如沐春风。为什么？这个人没有要跟你摆架子，要跟你搞距离，他是真心与认为值得交往的人相处。但是也有人见识到刘备非常险恶的一面。哪种人呢？事情我们就要说，后来刘备他当官嘛，他有加入一些战争，获得一些军功。结果有一次呢，中央派监察官人叫做都邮，过来检核大家的成绩。那刘备就想说，哎呀，糟糕啊，这个是打考绩的时候哈。那我要怎么样获得比较高的考绩呢？除了平时做事情要认真之外，该怎么办？巴结他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刘备主动去说，我要拜访一下都邮大人啊。结果说都邮怎么样？就摆架子，就说不见了几次之后，刘备就怒了。他有一天就突然闯入都邮的大门，直接把都邮给抓起来之后怎么样？疯狂的鞭打他。鞭打完之后就说：“我知道我已经得罪你了，老子我不干了。”就把那个官印就直接挂在他上面，然后就走掉了。等，为什么这个情节好像在演义里面是张飞暴打都邮啊？因为小说当中刘备要仁义嘛，对不对？OK， 仁义的人怎么可以跟你说是讲话，突然开始鞭打你呢？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所有的脏事、那些鲁莽或者是那个冲动的事情，三弟来扛着，这是小说的专业分工，就是神圣交给二哥，粗暴鲁莽交给三弟，仁德的部分要交给刘备大哥，这是小说的分配。但实际上，真正贬那个都邮的就是这个刘备。所以刘备他其实我刚刚有说过，他其实就很像现代8+9一样，他是很有江湖气息的，就是
跟人相处不摆架子，但是如果你要跟他摆架子，他就给你好看。那时间慢慢的过去，刘备有一段时间呢，他就投靠了公孙瓒。为什么是投靠公孙瓒？因为公孙瓒也在卢植的门下当学生，他跟刘备是同学关系，所以刘备后来一段时间投靠公孙瓒之后呢，公孙瓒又跟袁绍发生冲突，所以刘备曾经率领过军队对抗过袁绍。那刘备也算是一个特别的案例，他其实兵马并不能算很多，但他很多时候喜欢多管闲事。比方说，我们以前可能讲过。孔融那个让梨的跟孔融是北海太守啊，对，他曾经被黄巾贼包围过，所以当时孔融是有寄信给附近几个带兵打仗的将领说，赶快过来救我。唯一一个出兵救的是谁？就是刘备。他本来人手也不怎么富裕，可是他愿意主动去解救孔融。当然他也后来获得回报，什么回报呢？刘备后来有机会可以继承徐州刺史这样的高官地位，内部有人挺他，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什么陈登啊、糜竺啊，外部有没有人挺呢？有，就是孔融说，我挺你，大概就是因为想说你以前危难时期帮过我，那现在就换我来还你人情了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为什么刘备很多时候他总是会获得突如其来的好处。你想想看，你只是一个地方的小官或是一个小军队的领袖，为什么陶谦谁不让，就偏偏让给你刘备？因为你刘备主动愿意支援陶谦，甚至陶谦死掉之后，其他人也愿意让你这个觉得说，这个人是重感情的哦，这个人是有他的正义的行事作风哦，大家愿意支持他。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啊，后来刘备就丢掉徐州了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先被吕布搞一顿，后来又被曹操暴打一顿，所以他后来别无他法，只能去投靠他其实有点担心的对象，这个人就是袁绍。为什么我会说刘备投靠袁绍他会有点担心？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？因为之前袁绍打过公孙瓒啊，然后刘备又是公孙瓒的同盟军嘛，是啊，所以他跟袁绍之间一定有兵戎相见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不过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刘备这个人他可以走遍天下，他不是只凭着我们来喝酒啦那种好交情哦，这是走不远哦。乱世之间你不可能只靠交情走遍天下。刘备这个人他也是蛮有谋略的，大概就是在他担任徐州刺史的期间，其实他有尝试跟袁绍修复关系。怎么修复关系呢？袁绍大儿子叫袁谭，袁谭逐渐长大，到了可以当官的年纪。问题是以前要当官你起码要获得像什么孝廉啊，或是茂才啊这方面的资格，你才可以当官。但你不可以自己说那我自己来当孝廉好了，就是我自我推荐当孝廉不行，要由别人来引荐。那你也不可以说这是我儿子，我引荐来他当孝廉，不行对，你也不可以是亲属之间推荐OK， 一定要是他人推荐。那后来袁谭有获得茂才这个当官的起始地位，谁推荐的？是刘备推荐。那刘备为什么可以推荐？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徐州刺史啊，是啊，他也是很大的地方官啊，所以他顺手推荐一个人没问题嘛。但是请注意他就透过这部分卖给袁绍一个人情，他有点像释放出一个讯号，就是说大哥啊，以前曾经对抗过，那是以前的事情现在我们时过境迁嘛没有隔夜的仇嘛，对，你看我都对你儿子这么好了，以后大家不要那么执着过往的恩怨。那事实上袁绍有没有执着呢？还真就没有执着，因为等到刘备被曹操很 K 一顿的时候，袁绍其实是有赶快派援军去救援刘备的。那援军的领袖是谁？就是袁谭。为什么谁不派袁谭？因为他跟他有关系啊。对呀，赶快去救你刘叔叔啊！为什么要救他？你之所以可以开始当官，是刘叔叔推荐的这个人情是人家做给你的你得还呐。是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刘备他其实除了会跟人家混交情之外，他其实脑袋也是有一些政治的盘算或是谋略。当然他后来就有一段时间投靠袁绍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过一段时间，就如同电视剧演的一样，他开始渐渐觉得说，
袁绍这个人啊，不可以跟他相处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袁绍这个人是有一点爱记仇的。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，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，其实最早的不一定是曹操，袁绍也有机会。是袁绍的手下居寿跟他说的嘛？或是田丰也有跟他说，居寿跟田丰都有建议过说，你赶快去抢天子啊哈！但袁绍不肯。那我有分析过说，袁绍为什么不肯呢？那是因为他当时挺的不是汉献帝啊。对，以前在讨董的时候曾经骂过汉献帝嘛，是想要另立皇帝嘛。那我这个时候如果把汉献帝给接过来，哎呦，以后大家是听汉献帝的还是听我的？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袁绍他其实对于一些过往的一些人际关系，他其实是很 care 的。那你说袁绍现在暂时对刘备非常的器重，可是他会哪一天突然想起来说，不对哦，这个家伙以前曾经搞过我哦。那他后来之所以释放出那些友好信号，我也知道啊，那是为了要混江湖用的啊。我哪知道你对我是会不会不安好心眼啊？所以袁绍说不定哪天会跟刘备翻脸，这就是为什么刘备觉得说，哎呀，哪天袁绍跟我翻脸，我承受不起这个风险哈，所以我得走哈。但你也不可以直接昭告天下说，我跟袁绍闹翻啊，或者我对袁绍不信任，我想走啊，这样会让你走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该怎么办呢？此时刘备就想到说啊，有了，当时袁绍主要的对手是曹操，那他们主要作战的前线是在河南，特别是黄河交界这一带的地方。那其实在汝南这个地方，它已经是偏向曹操势力的南方地带了。有一批人也决定说，我们要反抗曹操，于是他们就宣布说我们要投靠袁绍。那袁绍会想说，太好啦，有这么一个敌后力量可以帮我分散曹操的专注力，那当然要好好重视。所以一开始他是派谁去跟这些敌后力量去接洽呢？就是刘备。OK， 所以刘备他以前曾经去过汝南一趟。那现在刘备大概后来有复职，有回到河北。那刘备想说，我要走的话，这样子好了，他就跟袁绍主动建议说，现在啊，你跟曹操已经进入到那个关键时刻了，很需要有人去分散曹操的专注力，也就是你要重用汝南这个敌后力量。那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去帮你处理好了，我以前去过嘛，对，我熟，我可以。OK， 对，那袁绍说，好啊，你可以，你去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刘备就趁这个机会，实质意义上的脱离了袁绍。刘备抵达汝南这个地方，的确，他还有继续用袁绍的名义纠集军队，并且不断的去骚扰曹操。可是他更进一步的动作是什么呢？汝南这个地方很接近荆州，那荆州的地方长官是谁？刘表。所以他其实在这个汝南就已经慢慢的跟刘表联系说，哎呀，我很仰慕你啊，如果未来有什么打算的话，可能我会去你那边一趟啊。是，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刘备这个人很有远见的地方，就是他不是只注重在当下。吕布为什么会失败？因为你会发现吕布好像是一个无头苍蝇一样，今天哪边有敌人过来，我就扁他一顿。那问题是下一步嘞，再下一步嘞，吕布他其实是没有在谋划这些事情的。刘备也很像无头苍蝇一样，就是你会觉得说他怎么一天到晚绕跑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刘备永远有为他的下一步做准备。比方说我抢徐州，但是难道我只是死守在徐州吗？没有，我跟袁绍培养好关系，这样子如果我这边失败，我就可以去投靠袁绍。那我只是死守袁绍这个地方吗？不对，我还要跟其他人继续培养关系，所以我主动愿意脱离袁绍之后，立刻经营跟刘表的关系。后来果然曹操去镇压汝南的刘备军的时候，刘备打不过啊，就怎么样？就去荆州刘表那边了嘛。他永远都有下一步可以经营。所以刘备这个人说到这边，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江湖气息，喜怒不形于颜色，但是要发脾气起来也是烈度很大，以及他其实是很有远见、很有魅力的领袖角色。说到这边，你还觉得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吗？我觉得哭说不定是一种手段，让大家觉得说，其实我很弱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在暗中有做一些盘算。可是问题是，正史当中好像也真的没看到刘备哭这样的描述，反而很多时候刘备很喜欢呛别人。像我们之前有提过嘛，
陈登，就是很爱吃生鱼片的那位，不是有人曾经说过说，哎呀，这个陈登啊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啦，为什么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不怎么看待我睡觉的时候他睡大床，我睡小床，差别待遇啊！就刘备就立刻拍桌就说，你这个家伙，天下大乱不想着救济苍生，就想着一天到晚捞好处。我要是陈登啊，你何止睡小床，我睡大床，我睡高楼大厦，你给我睡地板啊！就直接这样呛起来了所以刘备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一点都不示弱，或者说他示弱他也不会这样，我好惨，我好可怜人家示弱最多是怎么样？喜怒不形于脸色，或是说我们讲刘备在先前最示弱的表现是什么？是跟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啊，掉筷子嘛。对，当曹操都跟你说天下英雄唯你我二人的时候，刘备得认怂啊。刘备不是说，对啦，我也是英雄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小心掉筷子啊，打雷啦，对打雷。你有看到他哭吗？是没有哭啦。对，他甚至会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个打雷这威势有多大？老天爷这个威势一般人真是扛不住啊。对，他是有点借机就说，你看我就是一般人啊，你说我是英雄，那我怎么会慌到连筷子会掉？我就是一般人啊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他不会说，曹哥，你不要这样子说，你让我好害怕啊，我没有野心的啦。他不会这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还是说那么一句话，刘备爱哭，《三国演义》所营造出来的。那《三国演义》为什么要这么营造？就我刚刚讲的啊，你说贬都邮，你就要去塑造张飞的形象。张飞的形象是不是在你心中非常非常的立体，就是那种暴躁、冲动，然后关羽的形象是不是也很立体？他就是用那种高大、威猛、正义、凛然。那刘备呢，就是仁德的一种表现，就是温和、温柔。最起码他身为一个正义的领导，有些脏事他也不会表现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一种人物脸谱化的分工，对于文学创作来讲是很必要，甚至是很高明的手段。但真实历史的刘备，我其实觉得比《三国演义》描述的还要更有魅力。好，以上呢，这个就是我们针对刘备的一些描述跟介绍啦。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，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。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